别人网购到的都是假货，我却能100%买到真货。不仅有5毛1分的10分钟程序员入门手册，1块8毛9的24K 逐金挂钩，还有12块9的。然而我还认为这是西西的套路，却意外点击到了第一个选项，免密支付了5毛1。正当我心疼准备卸载并西西，脑海突然出现所有程序员入门知识。10分钟过去，竟然学会了全部编程入门级的知识，我不敢置信，难道我真是个天才？明明学过类似的教学，但效果也一般。此时眼前的工作变得无比简单，还有2小时下班就已经完成了今天所有工作。下班后和往常一样，开门脱鞋开机上好，一气呵成，很快屋内就传来了好声。你猜我难受吗？我能看穿包点，却看不穿女性，那我真的会上头。妈妈，妈妈，这是国内谁敢开枪？他的狐臭是我闻过最响的香水。游戏持续到凌晨，几个人都已经输急眼了，掉了整整一大段位不说，还被一个叫来训练营的胖子追着杀。这时我发现放在一旁的手机又出现了下午的网购弹窗，9999纯银元宝20克售价4块2，张白山老山参售价3块4，蓝色小药丸滋阴补肾售价9块8，人形外挂跟实战教学，3分钟包教刀会直上神话售价1块1。想想白天的入门编程，我心里一阵动容，反正也不贵，万一呢？说干就干，1块1直接扣走，然后白天的。我兴奋地对队友说道：“再开一把！”不死我当场把这个电脑屏幕吃掉。随着这把游戏的开始，我各种战术绕后，预判爆头。队友惊叹这把我开挂了，平常 KDA 最低的那个菜鸡，今天宛如天神下凡。这不是挂是什么？几人一致决定不和挂对立，随后下线睡觉。而我直到现在才反应过来自己错过了什么。兰博基尼超跑，24K 足金黄金，蓝色小药丸，前2个可都是真真切切的漂亮。还有哪个男人能抵挡滋阴补肾的诱惑？要是能都买就好了。我打开拼夕夕捣鼓了起来，却没有发现购买记录，而且这搜出来的一看就是假的。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我还是支付了2块9下单了24K 足金，一来不到3块，二来可以辨别一下真假。那个特殊购物弹窗不知道还会不会出现，上面说了每日1单，应该过了12点就会刷新。第2天整个上午我都心不在焉，时不时就要看看手机有没有弹窗，但是工作效率比以往提高不少，而且十分轻松，甚至还有时间刷擦边小视频。中午餐点，我和圆梦张伟找了个快餐店，他们还在对我昨晚上的开挂行为进行谴责。我凑到袁姐耳边道：“我发誓，我真是挂逼，但我小贺没有开挂。”2人冷笑一声，显然是不相信。我随即看向张伟：“老张，假如你要是获得了外挂，类似于小说金手指那种，你会怎么办？”张伟摸了摸下巴：“如果我有外挂，我想穿越小说里当主角。”我兴趣给他勾出来了，是想独断万古，还是想莫欺少年穷呀？张伟不屑地看了我一眼：“打打杀杀有什么意思？老子直接房东太太！”我一口饭差点喷出来。不愧是你啊，伟哥！圆梦在一旁不解：“什么房东太太？看你俩心虚就知道不是啥好东西。”随后又问道：“那你呢，小贺？你想进哪部小说当主角？”我呵呵一笑：“俺也一样。下午公司没有其他事情，只是身为销冠的袁姐把董经理给对了一刀。”下班后坐上了圆梦的苏七 Ultra， 直奔冷咖。你复刻了昨晚的操作，证明自己没有开挂。圆梦在一旁兴奋道：“快教教姐姐，教会了有重赏。”闻言想到袁姐平时大方，我答应道：“那我教你摘绕后偷袭，可以装逼吗？那我教你 Ruby， 可以上排位第1吗？那我不学，那我还不教啊！”11点到家，躺在床上看手机，果然弹窗又出现了。左轮手枪附带100弹药7块9，3只鼠零食大礼包60包1毛，24K 纯金手镯9块1，自热米饭1箱3块1。我一下子就兴奋了，果然和自己想的一样，只是这一次逼格低了不少。前2次不是知识就是跑车，这次只是米饭跟零食。这枪又没用，又不是在自由美利坚，直接下单9块的金镯子，这和白姐的没区别。随着支付成功，突然有东西掉在了我的肚子上，低头一看，赫然一个金色的镯子，和刚刚下单的一模一样。就这么突然吗？不需要走一下程序，发个顺丰什么的吗？牛逼啊！这时我已经在想迎娶白富美，走向人生巅峰。第2天找了一家金店，老板烧了一下确认是金，称了下32克，今日金价821克，一共26240。走出金店我狂喜，得了意外之财不说，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真的。一路走一路想象自己成为100亿富豪，财务自由，但心中又恐惧，万一哪天购买页面消失了呢？不过人不能太贪心，得了1万想2万，当了皇帝想成仙，人就长了2只手，就算是进了金山银山也只能拿2样东西，拿了金银镯就拿不了玉如意。要利用购买页面强大自己，实现财务自由的同时丰富自己的知识技能。想到这，我心情一阵舒畅，忍不住发出了舒服的声音，但下一秒身后传来了保安的声音：“你好，这里不让拉屎。”我骂骂咧咧的说：“其他人你不管，老子在角落蹲了一会，你说我拉屎。”回到小区，只见小超市老板何强开着他的电瓶车上，电瓶车后面还绑了一条大链，少说得有几十斤，厉害呀！何老板，看样子只要车还有电，今天绝不回家。回到家，想着今天收入2W 多就很满足，迷迷糊糊睡着了，定个12点的闹钟，闹钟一响我就精神，一看手机，果然弹出了购买页面，散弹枪附赠30弹药7块5，洗面奶7天养成初恋脸3块7毛5，曹操快乐屋体验卡1张500 ，S999 银条50克17块4。看到这4个选项给我气笑了，好，越来越抽象了。次日我睡了一个懒觉，10点起床，卫生间洗手台还放着洗面奶，仅只用一次，我的脸就白了不止1度，卧槽，效果这么明显吗？回到客厅，刚想刷会擦边小视频，这时微信响了一下，一看居然是工作群的消息。几个经理排队问好，看着新来刘总的名字，这名字一听就不像正面人物啊，说不定还有未婚夫，并且和白月光搞暧昧的主。很快董大伟就发了一条消息：
在众消息中混进来一条奇怪的消息，反正我是发现了，但我不说。转眼就到了下午，正当我准备等着外面，表姐苏荷打来电话，小贺听说你实习了。是啊，大3实习，马上快结束了，真快呀！一晃你都实习了，晚上出来呀，表姐请你吃饭，好久没见你了，你发个位置，我马上来接你。挂完电话，我赶紧去卫生间用洗面奶洗了一下脸，不知道为啥，洗完感觉自己又帅了一点。收拾完毕，刚到小区门口，一辆玉7停在了我身前，车窗降下，两个人都愣了一下，毕竟两人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。再说表姐苏荷在家也不化妆，坐上车，表姐笑道：“小贺可以啊，变帅了，谈女朋友了没？”没有，表姐倒是越来越漂亮，小嘴还挺甜，想吃什么？听表姐的都行。苏荷开车到了一家火锅店，边吃边聊。苏荷比我大几岁，毕业好几年了，在一家公司做经理，还问我要不要去他公司面试试试。我目前没有换工作的打算，所以回绝了表姐。两人越聊越开心，还喝了几杯。我酒量差，远远不是工作了几年苏荷的对手。苏荷把我塞进了后座，见我不省人事，随口道：“小弟啊，你这酒量得练练了，就你这小模样，也就是表姐我，换别的女的你就吃大亏了。”两个人都喝了酒，肯定开不了车，正准备叫个代驾，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。半个小时后，一个身穿裙子、盘着头发的女人坐了进来，对着表姐一阵数落：“我今天刚到荣城，正准备教你吃饭来着，你让我给你当代驾。”苏荷有些不好意思：“这不是巧了吗？刚才我正准备叫你来着，我真是欠你的。”说完，女人准备系安全带，却一眼瞧见了在后排醉倒的我。这谁啊？我弟啊！说完就直接下车，扒开后车门坐了上来，直接上手把我的头按在了自己的肩膀上。哎呀，我怎么不知道你有个这么帅的弟弟？以前怎么都不带出来？苏荷连忙劝道：“你上后排谁开车啊？叫代驾呗，钱我出了。”哎呀，这小脸真嫩呀！说着就对神志不清的我亲了一口。住嘴，那是我亲表弟。对啊，不是在亲了吗？下车后，苏荷怕某人对自己的小弟动手动脚，亲自把我送回了家，安置妥当了才离开。我喝得迷迷糊糊，全程只感觉有人抱着自己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吭哧吭哧的往公司跑，因为昨晚上喝大了，又没设置闹钟。董经理说的提前半小时到公司，我是赶不上了。什么？你问我为啥跑步？因为早上购买窗口又刷新了，我花1块3毛8买了2次发育，慢跑30分钟就可以长高0.1厘米。你还问小贺其他3个商品是什么呀？一个是1克的999足金戒指，没啥价值；一个是999朵玫瑰送女朋友，这我哪来的女朋友？还有一个更是炸裂 ，C4 炸药安一下包，这不扯淡吗？打CS 还下包，虽然跑30分钟才长高0.1厘米，但是积少成多，总能到1.8米。来到公司，董经理率先发难：“小贺，我昨天说提前半小时到公司，你没听到吗？我早预料到这种情况会发生，不过现在实习证明还没盖章，不能在最后关头掉链子，所以我决定忍下来，等拿到实习证明，再给董大伟来个狠。”谁叫大学生的死穴就是这个实习证明？不过没等我开口，袁姐瞥了一眼董大伟，先开口。董经理好大的官威啊！怎么着，又准备舔人家刘总了？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。别人可能会把董大伟当回事，但袁梦可不会惯着他，毕竟是销冠。董大伟气哄哄的走了，主要是再说下去，丢脸的是他自己。我看着袁姐，从此吃8你吃尖，电线杆子各呲一边。我回到工位，袁姐也跟着过来，毕竟销冠嘛，上班就是自由。一上午，袁梦就一直追问我怎么做到2天时间就白了这么多，毕竟哪个女人能抵挡这样的诱惑？我就说用了网上一个网红牌子的洗面奶。袁梦大呼不可能，那个牌子已经有博主打假了都。临近中午，董大伟进来让众人放下工作，去大厅集合，说是刘总来了。大家虽然不情愿，但是很快就在大厅里了。随着总经理杨川推门而入，紧跟着一个身材亮、五官精致的女人走进来。不愧是如烟大帝，穷过、惨过、嚣张过、渣过、傻过、恶毒过、爱过、恨过、绿茶过，但就是没丑过。我小声的对一旁的袁梦说道：“张伟，凑过来。”伊藤诚，你这话说的一点没错，我季伯常相当认同。我反问道：“你才是伊藤诚？不对，我为什么不能是季伯常？”中午公司楼下饮品店，张伟正在滔滔不绝地讲述如烟大帝的光辉战绩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如烟大帝有13905个老公，6425个青梅竹马，是数百万人的白月光，抛弃过12854个新婚丈夫，打胎5620次，其中被抛弃的丈夫自杀的有8563人，自残的2633人，剩下的迷途知返，消失在了柳如烟的世界，而柳如烟则100%后悔，最后孤独终老7655次，残疾3666次，癌症1520次，剩下的直接自杀。不得不说，这柳如烟是个人物，如烟大帝恐怖如斯。我也在张伟边上点头道：“渣女天花板。”但不得不说，漂亮是真漂亮。如果有机会，我宁愿和她结婚，然后被抛弃。但不知道为啥，总觉得她有点眼熟。袁梦一脸鄙夷：“你那是缠她身子，你们俩都下贱。”张伟满脸问号：“关哥们啥事？我可没说想被抛弃。”正当两人想解释一下，袁梦眼睛一眯，开口道：“你们俩说说，咱们这位刘总和你们印象中的柳如烟像不像？”张伟率先发言：“这可太像了，满足了我对柳如烟的所有想象，简直就是柳如烟圣体。我也大胆开麦，而且还有钱，身材还好，那长相表里表气的，哪个男人扛得住？”袁梦很是开心说道：“从今天到你实习期结束，你的午饭解包了。”我正好奇袁梦发什么疯时，下一秒一阵香风袭来，紧跟着一道优雅的声音传来：“表里表气，我有吗？”你俩齐齐回头，身后赫然站着今天中午刚来的刘总、柳如烟。我连忙准备道歉。张伟刚才有多口嗨，现在就有多卑微，现在脸上笑得比哭难看。柳如烟似笑非笑的开口：“我认得你们俩，季伯常、伊藤诚是吧？”柳如烟语气温柔，颜值更是无敌，就连看两人的眼光都是笑盈盈的。但此时你们俩就只有一个想法，完了！我刚想开口，刘总对不起，我们没等我说完，柳如烟开口道：“下午的上班时间快到了吧？”我们两人连忙开口：“对，我们这就回去上班，领导都给台阶下，肯定要借坡下驴啊。”季伯常可以走了，
伊藤诚留下。张伟果断麻溜转身跑路，我在心里一顿辱骂，明明是2个人讨拍，结果让我一个人顶雷，我有种在 KTV 当陪酒，被老板喊王刚留下的感觉。张伟一走，柳如烟就走了过来，让我伸出手，然后下一秒我就被柳如烟抓住，整个身子往他那边靠，同时柳如烟举起来手机，来，笑一个。只听咔的一声，一张照片被拍下来，宛如情侣一样。一旁的袁梦也对柳如烟的操作弄照片。柳如烟在手机上操作了一番后，看着对面的袁梦开口道：你说你和袁叔有矛盾，说开了就好了呀。哦，至于赌气跑来这里当一个小职员吗？袁梦翻了个白眼开口：小职员怎么了？我觉得挺快乐的，每天吃吃喝喝，还不用替家里人唠叨。再说我又不是做生意的料，家里的事还有我哥呢，都不像你事业心这么重。我一听2人这话就知道，这2人肯定认识，而且关系还不一般。柳如烟笑道：不管你，反正你大不了回家继承家产。要不今晚找个地方吃个饭？袁梦根本不领情，我俩今晚还得生态，你自己去吃吧。你说是吧，小贺？你别跟那油焖大虾似的，整红温那死蛇。忽然被袁梦点名，我脸一下子更红了。正在这时，柳如烟的电话响了，只见她嘴角微微上扬，接听了电话。下一秒，一个我熟悉的声音传了出来：姓柳的，你个老黄瓜，你放开我弟，你把他怎么样了？回答我。柳如烟不慌不忙的开口道：俺弟弟的奶茶是真甜啊。随后电话那头就传来了一声流水。下午工位上，袁梦对着我就是一顿批斗。你看看你那一副没出息的样子，她柳如烟不就是长得漂亮了点，身材好了点，高了点，瘦了点吗？你咋就跟个熟了的螃蟹似的，还脸红？我呸！我鄙视你！可能是我对他从来没露出过看女人的眼神吧，让某位队破防了。我2手一摊，无奈说道：这也不能怪我呀，我也不是好色，只是花开正艳，我不去欣赏，倒是有些不解风情。我一个刚出新手村的纯情男大，遇到这种顶级魅魔，要是没一点反应就奇怪了。嘿，说你不好色，每说一个字，袁梦就给我一拳，显然是气坏了。你不光好色，你还贪财，我看你就是不想努力了。你忘了她是柳如烟了吗？打过的胎比你吃过的煲仔饭都多，你还脸红？闻言我急眼了，嫩放屁！我他妈！眼看袁梦即将暴走，我连忙说道：我好像昨晚见过她，昨晚上我喝多了，有个女人在后排一路搂着我。本来我也不是很确定，但刚才在楼下，她手机里的声音绝对是我表姐的。袁梦听完一脸鄙夷：就你也拍？不过袁姐，你和咱这位刘总啥关系啊？看起来很熟，但感觉你对他有点意见。我抓住机会反向八卦了一下，咱这位袁姐从头到脚一看就不是一般家庭，别的不说，一般家庭能买得起4期Ultra吗？袁梦深吸一口气，考虑了好一会才开口：你明白什么叫别人家的孩子了？我可太懂了，很多人童年都有一个差不多的比较对象，各方面都比自己强上一头，而且你还无能为力。不光如此，他还把我哥吊成翘嘴了。我惊讶，那他还真是柳如烟本烟了。那倒也不是，就是我哥纯舔。这不就清楚了吗？本来被当成比较对象就很不开心，原本对自己好的哥哥成了对方的舔狗，还帮对方说话 ，buff 叠满兜。原来如此，辛苦了袁姐。知道就好。作为我忠诚的马仔，知道应该和谁一条战线了吧？闻言我道：鹤飘零半生，未逢明主，公若不弃，鹤愿意。滚啊！我拿你当兄弟。啊，你居然想捅我？袁姐，淑女点，不然以后咋谈对象了？袁梦不屑的开口道：老娘以后当丁克，绝不谈恋爱。我一愣，为什么？难道你喜欢女的？哪有什么为什么？老娘不想被哥哥搭不行啊！虽说话糙理不糙，但你这也太糙了吧！袁梦举着拳头威胁道：记住了，以后和我站在一起，和柳如烟不共戴天，听到了没有？我点了点头，没有忘记今天早上是谁替我出头。袁姐绝对是好大哥，不像张伟这个叛徒。时间飞快，很快就到下班时间。公司楼下停车场，张伟拦住正要去上网的袁鹤二人。好小子，你居然和刘总深藏不露，我都看到你们俩手握在一起了。不过我绰号三重刘德华，男人中的极品，我怎么遇不到这种好事？我看着张伟就火大，你个叛徒，你还敢回来？张伟龇牙笑道，话不要说的太难听，大不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季伯场了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说实话，张伟这个人相当符合当代年轻人现状。说穷吧，还把自己吃得那么胖；说富吧，动不动就没钱焦虑；说懒吧，一天能从早忙到晚；说傻吧，还能用智能手机网上冲浪。简单来说，活着就行，就相当抽象。就在这时，一辆红色的法拉利开到了三人身边，只见柳如烟坐在车里，胸前安全带将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兄弟们队形走起来，看得我跟张伟一愣一愣的。如烟想约袁梦吃饭，袁梦没兴趣。柳如烟轻笑一声，随即看向我。你呢？一头虫要上车吗？我感受到袁梦的目光，连忙开口道不用。柳如烟随即一脚油门消失。柳如烟一走，袁梦对着我和张伟发难：安全带好看吗？不得不说，我终于明白很多身材好的女孩都喜欢斜挎包了，那是真显身材啊。三人随便找了一家店吃饭，我和张伟还在讨论柳如烟根本不如袁姐，袁姐每天陪我们打游戏，提供情绪价值，还请我们吃饭，那柳如烟不就腿长了点，胸大了点，长得好看了点？她一个资本家只知道剥削我们好多游戏皮肤都是袁姐充的。袁梦有些不确定，你们俩就是老色批，那你们还看她大腿？
我摇了摇头，我不觉得我是个好色的人，我看的也不是腿，而是他来时的路。袁梦都给气笑了。而另一边，柳如烟和我表姐苏荷在一起吃饭，苏荷对柳如烟交代，小贺是个还没毕业的纯情男大，柳如烟要是真的看上，入赘都算高攀，如果没意思还主动撩拨，要是给柳如烟伤到了，以后咋找对象？苏荷无比确定自己这个表弟绝对玩不过这个妖精。柳如烟笑道：放心，我还能吃了他不成？主要是这个小子太气人了，今天他居然还取笑我的名字，还说自己叫伊藤长，甚至还想当纪伯长。苏荷也忍不住笑了。他们上学那会还没有柳如烟这个梗，但自从这个名字出现在各个小说后，一切都变味了。连他也没少笑话，自然也是知道伊藤诚和纪伯长这两人是谁。见苏荷笑，柳如烟很是不爽。信不信我明天把你弟调过来当秘书？反正他自己说自己叫伊藤诚，我听着不是我老公就是青梅竹马，正好咱这只脸嫩的。回到我这边，手机又刷新了商品，这次档次明显比上次高了一些。但是为啥每次都有危险物品？不是枪支弹药就是管制刀具，这些玩意儿我拿来干嘛？杀猪吗？我在网上查了一下，最值钱的是某小汽车，但我又没驾照。再说我素质挺好的，肯定不会乱停乱放。还有是哪来的 BGM 啊？龙泉剑削铁如泥又能怎样？总不能天天去废铁厂砍着玩吧？至于变形，这至少比黄金难多了。5D 钱的话，去听全鉴宝直播间看了下，值不了几个。最好的当然能值上一个 double， 但是也不是很开门，那就只有初级茶艺师可以选了。虽然不好听，但却是一门实实在在的技术。我现在还是学生，给自己的定位也是提高自身，学点东西没坏处，技多不压身，说不定哪天就用到了。支付1毛2。随即脑海中出现了相应知识，包括茶艺技术、动作要领。脑海中的女人泡茶动作行云流水，看着十分舒心。学完了知识，我甚至想马上泡上一壶的冲动，但一想家里没茶，还是算了。次日照常起床洗漱，洗面奶也用到第3天了，脸上皮肤更好了，这妥妥小白脸了，比大多数女生都要白了。我掐着时间到了工位上准备今天的工作，圆梦跟往常一样出现在我身旁。我不明白，你平时连护肤都不会打人，现在怎么皮肤都快赶上我了？我平时护肤可没少花钱，从小就没断过。讲道理，优势在我呀。圆梦现在非常确定我的脸比昨天更好，心里一阵怀疑。你小子有问题，听说那种时候皮肤会变好，难道你小子被滋润了？我超大声的道我没有，一瞬间整个部门的人都看了过来。我随即小声解释这种事开不得玩笑。圆梦打开余额，告诉我只要把皮肤变好的方法告诉他，好处少不了。我看着圆梦手机里的余额，一串零看得我眼晕。我上一次看到这么多零还是在成都。圆梦严肃道：只要有用，10个 W， 不管有没有用，都现付1个 W 定金。话音刚落，我手机就出现了袁姐支付宝 1W 到账，一时间我陷入了沉默。元我突然发现这玩意儿好像相当有搞头，随即忍不住发出了结结结的笑声。你还真别说，经过圆梦这一出，还提醒了我，若是自己在平台上买的东西对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效果，那以后来钱的路子就多了呀。就拿这洗面奶来说，介绍是7天养成初恋脸，那7天过后还有没有效果？洗面奶很明显不是7天能用完的，剩下的可不可以给别人用？是不是有同样的效果？这思路一下子就打开了呀。我感觉现在路上到处都是金币啊，这不发了吗？原本我对于这2天平台没有给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感到失望，现在一点都不难受。黄金白银才几个钻呀！要是这洗面奶对他人有效果，光圆梦一个人都能养活我，以后有好东西就往他那里送。姐娘们可不缺钱啊！我答应了袁姐，明天就带东西来给她试试，但是钱我退回去了。下午我被叫去了总经理办公室，柳如烟跟我谈了实习期结束的去留问题，问我实习结束后有什么规划。柳如烟宛然一笑：你应该知道我和你表姐的关系吧？我们俩是大学同学，关系很好的，咱们也算自己人。姐就直接说了，可以让你直接入职。哇，知道你学业还没完成，平常学校有事可以直接回去处理，当然有姐在，正是员工的标准。这条件要是以前我想都不想就答应了。现在大学生就业多难啊，这没毕业就有公司要了，而且还有人罩着，妥妥的福利局啊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没挂的当牛马，有挂我还当牛马，这挂不就白来了吗？所以我委婉的回绝了柳如烟。柳如烟愣了一下，没有想到你会拒绝。她自认这待遇相当不错，而且有熟人在，只要能力及格，以后至少在她手里能坐上管理层。想了想，柳如烟一脸玩味道：学校里到底有谁在？女朋友吗？没呀，我没谈过。姐和你说哈，这找女朋友就得找个年龄大点的，白天当你领导，晚上把你当宝贝儿。看着我的脸迅速红温，柳如烟憋住笑继续道：要是毕业了想来，随时过来。我道了声谢谢。如烟本烟，我根本顶不住。下班后，我让圆梦开着他的苏七 Ultra 直奔百货商场，因为圆梦等不及今天非要我的美来配合，我总不可能拿着那用过的洗面奶给他吧，至少买个精美的包装盒和瓶子。我很快就买了回来。回来圆梦甚至一把金铲铲都没打完，我瞄了一把战矛，哦哟，5炼金，还被断了连败。对此，圆梦选择直接投降，随即一脚油门来到了我的小区。到家后，我让圆梦随便，冰箱有汽水自己拿，我赶紧将买来的小瓷瓶拿出来。很快，这是独门秘方洗面奶就做好了，和胡一菲做巧克力如出一辙。上次我买到洗面奶，洗一次白一次。圆梦看到要花10个 W 让我告诉他秘密配方，我足足挤了有1/5的量，不是我抠，是这个小瓷瓶就这么大，但这也够圆梦用7天得了。从卫生间出来，圆梦嫌弃我家太简陋，他家厕所都比这大，随即要帮我租个离他近点的房子。
说下班打游戏打桌球方便一点，我拒绝了。等实习期一结束，我就回学校了，反正也住不了几天了。说完我就拿出贺氏独家秘方，并告诉他每天一次，连续用7天就行。圆梦一把夺了过去，眼中带着兴奋之色，拿出瓶子，却看到里面一坨黄色的东西。他不敢置信这玩意儿能用，我一副你不信就别用的表情告诉他，中药还苦，但也治病。也是信你一回。现在还早，姐带你去吃顿好吃的。圆梦带我去了一家十分高档的餐厅，如果不是他爸的 VIP 卡，这里很难订到。袁姐，我能吃这个吗？不行，别得寸进尺，吃这个吧。哇，那此时外面站了一个衣着华丽的贵人，她是圆梦的妈妈。因为服务员告诉她女儿在这里吃饭，还是开的包厢，自然要过来看看。没想到刚过来就听到了里面的虎狼之词，她一下子就想到了不可描述的话。毕竟富人圈的孩子玩的比较花，简直没有最乱，只有更乱。随即开门道：“住嘴！”坐在里面吃饭的二人一个机灵。妈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打招呼道：“阿姨好。”此时站在门口的江女士也骂了，屋里面没有她想象中的好，还把人家小伙子吓得够呛。江女士笑着开口：“我是听老板说圆圆在这里，就过来看看。”圆梦介绍到我是她同事，也是好朋友。江女士打了声招呼便离开了。走时让你们吃完饭到对面茶楼坐坐。很快你们吃完来到了对面茶楼，三人坐在桌前，眼看江女士要亲自给他们煮茶，我连忙开口：“阿姨我来吧。”一来我是小辈，让长辈泡茶有点不好；二来我也想试试自己的茶艺。江女士有些惊讶，毕竟现在的孩子学泡茶，要不就是以此为生的，要不就是个人爱好，而还有一种则是家境不一般，耳濡目染的。我取出茶叶，烧水泡茶，第一泡倾倒而出，因为第一泡是喜茶，一般不喝的。再次加水泡茶，没有花里胡哨，全是对水温的把控。最后将茶倒入茶杯中。阿姨喝茶。江女士闻了闻，小尝了一口，顿时眼睛一亮，好茶。喝完一口，心情都平静了不少，甚至觉着眼前这孩子比刚才更顺眼了一些。我也喝了一口，味道确实不错。正当二人默默回味时，一旁圆梦看着我这模样不由开口：“说你妈呢？”江女士此时脸色可谓相当精彩，她原本意思是通过聊天来了解一下这小伙，特意选了这家消费不低的茶楼。若一般家庭的孩子在这种地方肯定相当不自在，没想到小贺的底他没试出来，反而自家姑娘接了老底，谁家好姑娘开口就是脏话。江女士随即瞪了圆梦一眼，然后笑着说道：“小贺这茶泡的真不错，同样的茶就是比平时好喝不少。”3泡茶下去，江女士感觉浑身上下都通透了不少。现在她对眼前这个小伙子着实有些满意，便问道：“我是哪里人？今年多大？”我如实回答：“阿姨，我是西城人，今年21，今年大3实习，马上大4了。”江女士一愣，一脸不可置信的看向自己的宝贝闺女，真不愧是老娘的闺女，还是你会挑。男大学生好啊！圆梦被老妈看得一头雾水，交朋友还看年级啊？你不知道她打娃有多牛。半个小时后，三人离开茶楼，圆梦本想着送我回家，却被江女士拦了下来。等我上了出租车，圆梦不满的开口：“啊，你干嘛不让我送他？”江女士白了一眼：“你还说这么大的事，你居然不告诉我？”什么大事？江女士一脸姨母笑开口：“臭丫头，吃的是真好呀。”圆梦回到家，打开了班级群看了一眼，有抱怨实习工作不好做，老板是沙比等等，还有一些人去了横店做群演，每天8时，就是玩还有盒饭吃，而且还给实习证明，让好多人羡慕。还有人在疯狂星期4溜我50的，不过大多数都在某个岗位上苦熬，甚至一些人明确表示不会去开学，直接入职，仿佛在大学最后1年，大家都在快速成熟适应社会。我又刷了会某音，时间很快到了凌晨，购买页面也是如约刷新 ，RPG 火箭筒一发入魂13块6，DJL 无人机4块3毛4，杀马特5部，随时觉醒杀马特之魂250块，加藤鹰之手连续活动手指30分钟，增加手指灵活度40块。不得不说，有的人天生就是主角，有的东西就是能一眼引人注意。按照口诀，3段1场选最长，该选什么一目了然。至于军，说实话，不心动是假的，但凡在国外，我都要来上一发试试。无人机现实也能买到的，而且也不是很贵，那就支付40拿下。虽然我没有女朋友，有些东西你可以不用，但不能没有。次日我照常上班，反倒是圆梦没有出现，我也没在意。公司里传出来要裁员的消息，人心惶惶。我就是个实习生，过几天就走了，跟我没关系。张伟这2天倒是一直跟我吐槽，还怕自己被裁员，他还没找好下家。然而这2天我都购物商店也一般，一条女士金项链，一瓶防脱生发液。周5下午，我正坐在电脑前安心的工作，突然一个黑色的塑料袋丢在了我的电脑中。我转头一看，正是几天不见的袁大小姐。过去了几天，圆梦的脸蛋别过去有明显改变，皮肤白皙有光泽。圆梦让我打开塑料袋看看，不慌，我把电脑关一下先。我一看，好家伙，里面赫然是2捆票子，一捆10个 W，2捆就是20个 W。我一开始觉得圆梦只是随口一说，没想到还翻倍了，便向圆梦说道：“这不对吧？本来也是开玩笑的，10万就够离谱了，你这还给翻倍了。”圆梦白了我一眼，多的也是你应得的，给你就拿着。还有，你那个秘密配方还有没有？再给我点。我连忙劝道：“袁姐，就只能用7天，多了也没用，这钱你还是拿回去吧。”是我妈也想要，这不是看到了我这几天的变化了吗？我讹了我妈100个，赶紧的。我惊叹道：“还是你有当奸商的潜质啊！嘿，真特么黑！”圆梦闻言冷笑一声，按住我的头。你敢说我奸商？我现在火气很大呀。圆梦倒也没有像亮坤那样无赖，但我也确实当了所谓的灭火器。圆梦喝着我泡的茶，摇头晃脑的很是享受。他在家也偷偷泡过，一开始以为茶不行，甚至偷他爸珍藏的茶叶泡，后来才发现是人不行。我轻笑，明前的洞庭湖碧螺春能不好喝吗？果然有钱就是好。今天沾了袁姐的光了。圆梦表示这是他偷来的，喜欢就给我1斤。随后圆梦说道：“我几天没来公司，姓董的想撬走我几个大客户，我拉来的大订单都是靠着家里的关系，他算什么东西？给我找事，老子饶不了他。”很快机会来了，下午下班前，几天没出现的
的董大伟通知所有人开会，通知了几件事：第一，从今天开始，所有人都要加班到8点才能下班；第二，公司效益不好，员工工资会有一定下调；第三，各部门奖金减少，尤其是销售部门提成，从这个月开。最后，所有双休岗位改为单休。